欢迎回来，这里是薛定谔梦见猫。有一颗玻璃心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听不了重话，别人还没开始凶自己就先难过，不能面对失败，遇到点挫折就崩溃，害怕负面评价，恨不得躲起来。别人说了句不好听的，就觉得他肯定超级讨厌我。曾经的我就是这么脆弱易碎，旁人看了往往会觉得是小题大做，过于敏感，心理素质差，自己也讨厌这种状态，可是就是坚强不起来。但是在一次次尝试自救之后，我终于明白，没有人生来就强大，真正的勇士是在接纳脆弱、直面脆弱后练成的。脆弱也不会拖人后腿，当我能够直面它时，它反而让我更真实、更完整。脆弱的我每天都像在走钢丝。曾经我感受到最多的情绪就是怕。高中时期，每次考试公布排名的时候，我都会无比紧张，如坐针毡，不敢去看自己的成绩和排名，基本上每次都是同学去看了，然后告诉我。大三、大四时，我对于毕业以后自己的未来感到无比焦虑和恐慌，情绪上的不稳定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身体问题。我当时动不动就过敏，甚至还会感到背痛，就感觉精神和体力互相产生负面影响，常常一睡就醒不来，走2步就累。毕业1年后，我因为种种原因出了国。刚开始一切都很开心，我对新环境充满了好奇和兴奋，对什么都跃跃欲试。但是慢慢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感觉到了许多文化上的差异，也会常常想念自己家乡的美食，更会在难过的时候渴望有人能用我的母语来和我聊聊天。加上我是一个在国内从小优秀到大的孩子，出了国一切都是从头来过，我的心里充满了落差。20出头的年轻人本该朝气蓬勃，但是我感觉那时的自己就像一只担惊受怕的小兔子，有点风吹草动就以泪洗面，谁给个负面评价就马上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别人会劝我这点事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可对我来说，每件事都可能成为压垮我的稻草。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变得拧巴，我甚至会因为别人的好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所以找借口拒绝社交，但是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消沉。于是我变得更加恐惧无助，好像被无形的链子锁住了，无法向前迈一步。我感觉到再这样下去，我这根紧绷的弦马上就要断了。求生的欲望拉扯着我，我开始呼救，这个呼救就是尝试心理咨询。我的第一个心理咨询师很年轻很友善，帮助我更理性地看待我的恐惧和压力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始终无法触碰到问题的核心，我们之间的交流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我也总是不能做到对他100%袒露心声。2-3个月后，我对心理咨询也有点心灰意冷，觉得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疗效。还好当时男友因为是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，他鼓励我不要放弃，告诉我找咨询师和找朋友是一样的，不是谁一下子就能找到知心好友，而当你找到了那个知心之人，心理咨询的效果也会事半功倍。暂停了半年多之后，我又重新启程。这次我是幸运的，遇到了一个能帮我挣脱无形铁链，从脆弱变坚韧的咨询师。能打败脆弱的，从来都不是假装坚强，而是稳健的向内探索。其实有了之前的心理咨询和自学经验，我已经开始意识到我的问题源于从小到大被母亲的指责、否定和冷落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我的想法和做法和我妈要求的不一样，就会被我妈轻则唠叨批评，重则直接冷暴力把我晾在一边。而且没有任何一件小事能逃过这种要求和期待，比如坐公交有没有按她的要求换乘，我的爱好是不是符合她对我的期待，我的朋友是否符合她对我交友的标准等等。但是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而不是一个提线木偶，接受不了100%的控制。我妈的指责和否定并未消除我的主见，我学会了不对家人袒露心声，表面上做他们眼中成绩优秀的好孩子，但是却丝毫不向他们展露我的内心世界。然而年幼的我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些影响，这些苛责的标准最终内化到了我的心里。我发现我对别人就像父母对我一样苛责，对方做了让我满意的事情，我会觉得他是天下第一好，对方的某个小举动不符合我的预设，
我瞬间就改变了判断，觉得他天下第一烂。对自己也一样，我时而觉得自己极好，时而觉得自己极差，在自卑和自负之间反复横跳。我承受不了任何的批评，逃避所有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感觉。可是即使知道了我的问题根源之后，我也并没有像自己期待的那样觉察即改变。原来认知和觉醒只是开始，真正的改变才是更艰难漫长的征程。和咨询师沟通后，没想到他给我提出的招看起来很普通，写自我肯定日记。自负的我觉得写了也没啥意义，像安慰剂一样很幼稚，所以没写几天就不再记录了。每当咨询师问起，我就找借口搪塞，后来干脆直接说没写。其实说的时候我很心虚，像交白卷的学生，觉得老师下一课就会骂我了。一直以来我体验到的就是这种苛责和批评，没想到老师一点也不严厉，只是温和而坚定的重复，一定要写，这很重要。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事发生重大改变的。我依然对效果将信将疑，但他的温柔却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被包容、被接纳的感觉。我放下了戒备心，卸下了心理压力，慢慢开始信任他，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。坚持记录以后，我才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给自己灌鸡汤，而是增加自我觉察。过去我总以为自己足够了解自己，但实际上我总是去放大自己的瑕疵和缺点，却不曾正视自己的优势。在增加自我觉察并和咨询师交流的过程中，我对自己的认识越来越全面，越来越接近真实的自己，也越来越认可自己。我从自我攻击中获得了喘息，面对负面的意见，我也不再全线崩溃，虽然还是会影响情绪，但却能很快调整过来。后来有一次，我发现自己工作上犯了错误，第一反应就是天要塌下来了，愧对组长的好意，甚至觉得无颜再面对他。放在过去，这件大事足以让我恐惧到1个月无法做事，不敢看邮箱，甚至可能见到组长都抬不起头。但这次我仅仅用了1天去调整情绪，第2天就从自我责备的状态中走了出来，坦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及时纠正，最后也没有导致太大的损失。这就是我的细微但却有力量的成长。我很清楚，我不能马上从兔子变成狮子，但是我正在一点点变得稳固和坚定，有力量面对外界不那么友好的声音，也能放心地享受现实的美好。现在的我更像是一只能向外探索的兔子，踏出的每一步，我都是主动的、愿意的，脚步也越来越灵活，越来越稳健。接纳脆弱后，我看见家人的另一面。很神奇的是，虽然只是我一个人做了咨询，但是我们全家的关系却都发生了改变。因为我发现我和家人的关系模式其实不只源于他们如何对待我，也源于我如何对待他们。在咨询中，咨询师带我重新审视了我和家人的关系。我意识到我妈其实很在乎我，只是她也有自己的局限和脆弱，她经历过的创伤造成她不会表达爱，才让我觉得难以靠近。我也尝试着和我爸掏心掏肺，才发现他其实很爱我，但是对于我妈的育儿模式，他也觉得很抱歉。想改变我妈，却无奈总是无功而返。理解了父母的拧巴之后，我对他们的怨恨和愤怒也消散了不少。毕竟他们也只能用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教育孩子，尽管这种方式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创伤和困扰，但是毕竟成年后的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像孩子一样对父母言听计从，我们也可以选择为自己发声，甚至在适当的时候，为了保护自己，我们也可以选择暂时性的离开，给彼此冷静的空间。以前当家人亲戚总是以过来人的角度对我进行说教，我会像听了紧箍咒的孙猴子，但现在我却能心平气和地听他们唠叨，因为我理解他们也是因为关心我，所以忍不住传递他们的人生经验，希望我过得好，不要踩他们踩过的坑。过去我只是盯着这些说教本身，现在我不再在意我是否认同家人说的人生经验，只是对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。这些改变让我重新获得了和家人在一起时放松的感觉，而不是总觉得话不投机3句多，没说几句就要吵起来。通过咨询，我好像又重新成长了一次，改变了很多自动化思维，习得了健康的思维模式和应对策略，
真正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大人。现在回想，我能够走这么远，或许得益于咨询师常说的我的能量很足吧。尽管过往常常自卑自厌，却不怠于自救自助，永远给自己留一个机会。现在我终于学会了自我认同，能接受不完美的自己，也接受不完美的他人和外界了。我想告诉所有脆弱自卑的人，一定要理直气壮做自己，尽可能舒展开。如果你现在还做不到，也可以像我一样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。如果你咨询过但觉得效果不大也没关系，不是你无可救药，也不是心理咨询不行，而是你还没找到最适合你的咨询师。无论怎样，我想你多给自己一点机会，多试一试，向内探索，去认识自己，直面脆弱，获得新的视角，重新观察身边的人和世界。或许你会发掘出隐藏在脆弱之下，还有一个勇敢而强大的自己。薛定谔梦见猫，好奇心连接你我。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